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作为英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6.5万吨，舰长280米，飞行甲板最宽是73米，飞行甲板面积约16000平方米。从底舱至上层建筑共划分为14层甲板，其中主舰体内有9层甲板，自首向尾由18道水密隔壁分割成19个水密舱段。作为满足未来战略需求，英国新一代航母，该级航母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最突出的有2点。一是综合电力推进方式，主机为2台功率为36兆瓦的罗鲁 MT30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为4台11兆瓦柴油机，推进系统为4台20兆瓦先进改名电动机，带动2部直径6.7米的5叶螺旋桨，最大的航速是25节。综合电力推进方式的采用，大大简化了全舰的总体设计，能够更好地安排各种舱室、接电设备等等。2是采用了双舰岛设计，前者负责舰艇控制，后者负责舰载机飞行控制。这样的设计带来的好处，从空气动力学角度考虑，双舰岛的布局减少了飞行甲板上空的气旋，能够使舰载机起降的时候周围气流更加平稳，安全性更高。同时，由于2个舰岛存在部分指控重叠度，航母自身的抗打击能力也得到提升。即使其中1个舰岛被命中，依然可以继续起降舰载机参加战斗。而将单个舰岛拆开，能够有效缩小尺寸，还可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提高舰体的整体隐身性。3是大量采用了民用设计规范，仅在关键部位使用军用标准。例如其舰体结构用钢，只有飞行甲板采用了耐高温和抗冲击性能好的特种钢之外，其他部位均采用普通碳素结构钢。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虽然吨位很大，但是没有采用弹射起飞、拦阻降落方式，而是采用了滑跃起飞、垂直降落方式。这样也就大幅地降低了设计和建造的复杂程度，降低了成本。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舰载机搭载方案有很多，在采用打击编制的时候，可以搭载30架 F-35B 战斗机、4架预警直升机和6架灰背隼反潜直升机或者野猫反潜直升机。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时候可以搭载36架 F-35B 以及4架预警直升机。在进行2栖作战的时候，也可以搭载18架灰背隼突击运输直升机、6架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6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架野猫武装直升机，或者是25架支奴干直升机。由于英国难以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配备足够的 F-35B 战斗机，所以英美协商之后，让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 F-35B 中队常态化地搭载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未来在印太地区，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护航舰艇也不是全部由英国提供，而是主要由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提供。此外，澳大利亚甚至加拿大也可能被邀请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提供护航舰艇，以强化与盟友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按照英国海军的设想，未来将以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为核心，形成一支具备较强远洋作战和全球快速部署能力的海上力量。不过，这2艘航母服役之后，多次发生漏水等事故，被迫进厂维修。所以，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能否承担起英国海军赋予他们的任务，受到外界的普遍质疑。2017年12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入役不到2周就发生漏水事故。2019年7月9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再次出现漏水事故，约有200吨海水灌入船舱，并被迫终止海上测试。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2号舰威尔士亲王号今年5月也第1次进水，日前再次进水。据英国《太阳报》12月8号报道，威尔士亲王号由于灭火系统的管道破裂，大量海水涌入机舱，淹没了电气设备，需要进行长期维修。这也意味着威尔士亲王号将不能按照计划启程前往美国进行 F-35B 舰载机的一体化试验。它如果常年没有这种军船的项目作为这种锻炼的话，实际上它的无论技术人员、产业工人能力都是在退化的，反映到这种造船的，也许一些看似很普通的、很低级的错误，比如像漏水这样的错误，它可能就会发生，反映出来的就是它的这个去工业化和这种有经验的这种技术人员和造船工人的不足。除了航母自身出现问题，护航舰艇的不足也影响英国航母战斗群的战力。
2018年12月，英国国防部相继发布《国防动员、现代化和转型：英国未来的核威慑力量报告》。报告提出，海军军力建设目标是拥有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6艘45型驱逐舰、8艘26型护卫舰、5艘31型护卫舰、7艘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24艘巡逻舰、12艘扫雷艇、5艘2栖舰船和9艘勤务舰的舰队，可搭载6个直升机中队和48架 F-35B 隐身战机。有英国媒体却爆出，英国海军1/4的军舰已无法出海。目前仅有的6艘45型驱逐舰，经常由于发动机故障，不得不长时间靠港进行维修。而被寄予厚望的26型护卫舰，如今还在船台上建造。首舰格拉斯哥号计划于2027年前交付英国海军服役，因此英国航母战斗群距离形成有效战斗力仍相当漫长。